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1日晚间19点5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在169日均线的压制下啊，道指一直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上啊，并在昨天呢出现了一个新低，但这个新低出现之后呢，快速收回，最终呢跌幅1%。那么今天白天的行情呢，我们看到啊，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啊，正在出现反弹。这个反弹呢，肯定不是反转啊，反弹的原因呢，是因为今晚凌晨2点啊，美国要公布加息的这个预期，或者是75个点的加息，或者是100个点的加息。那100个点的加息如果出现之后呢，美股一定会快速雪崩。那即使是75个点的加息呢，我认为行情也改变不了它的趋势，但美国任何消息面的因素都会引发美股在消息落地前的一个拉升。所以呢，从现在8点钟开始啊，到凌晨2点是美股和比特币的一个上行时间，但一旦消息落地之后啊，美股回到下行的趋势上啊。那美股的下行趋势呢是这样的啊，我们观察到了美股在经历了2轮半的下跌西游之后啊，周线级别2轮半的下跌西游之后，出现了一个周线的反弹。周线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观察到它日线的169日均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从而呢美股出现了继续的回落。回落之后的反弹呢，我们也观察到了它的一个日线级别反弹，打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均线144日均线附近呢，重新开始回落。那么整体趋势呢，从大的时间周期上周线级别美股正在处在一个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这样呢，周线级别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最终呢很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呢，会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个超级大下跌超级的雪崩。所以呢，行情在美股这方面下行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下呢，短期的反弹呢是现货出逃的一个时间，也是空单进场的一个时间。那对比了美股之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也是同样比特币呢在同步美股出现了这个周线级别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美股它的反弹的周期呢，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呢是周线级别的反弹，那比特币这块的反弹呢是一个日线级别的，所以说呢，比特币明显弱势于美股在这条行情当中。那我们看完它周线级别下跌和日线反弹之后呢，我们观察到行情重新回打下来，并且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呢，在跌破之后我们给了出来。那么现在的反弹呢，它的反弹过程从9月7日附近开始的这轮反弹呢，我认为是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当前的下跌呢，同样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这个位置上是4小时级别下跌，4小时级别下跌持续了2轮，然后才出现反弹，还够不上日线级别的下跌所以呢，你从这个时间级别它的来回切换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比特币市场它的波动性还有它的反弹的力度是远弱于美股的那么行情走到当前这个位置上我们观察到了17605点这个最低点今年的最低点出现之后行情出现了波谷这个波谷位置呢，大概是在$19,000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波谷。那么第2轮下跌也就是从8月中旬到9月初的这轮下跌呢，我们同时见证了这个波谷的存在。
反弹之后呢，第二轮反弹我们看到了啊，第二轮反弹是非常弱势的，反弹幅度仅有22%啊。反弹之后呢，重新打到这个19000美金附近啊，可以看到啊，低点是接近18500的，这个无所谓啊。总之呢，在当前位置啊19000美金附近，它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第三次波谷。所以呢，我一直提啊，这个第三次波谷是有可能发生快速反弹的。那么当前时间啊，它的反弹力度非常小。我们观察到行情在这里反弹啊，它的时间级别只有小时线级别啊，小时线级别反弹之后，小时线级别对称性的回落，然后在接近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18500点啊，这个位置上啊，再次出现了反弹。那么现在时间是接近晚间8点整啊。这个时间呢，我认为到凌晨2点，也就是啊，到明天凌晨2点，也就是美国这个消息加息这个消息要落地之前呢，行情会有一个阶段的啊持续的反弹啊。但是这一轮反弹，我依然认为啊是一个做空的机会，布局空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啊。美国呢，只要有任何消息，无论利好还是利空，都会在消息落地之前啊发生一轮上涨啊。那我们耐心等待这个消息落地之前的上涨啊，等待之后呢，然后布局空单。为什么还是要布局空单呢？原因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呢，是我们在当前行情当中看到了啊，它的反弹是逐渐弱势的啊，反弹主要是为了回补3万美金跌到17605啊这个阶段啊，为了回补这个。然后呢，我们在行情当中啊，依次见证了它的第一轮的回补，看图啊，第一轮的回补和第二轮的回补。那么当前如果出现反弹，是第三轮的回补。那么第三轮的回补呢，我是很谨慎的，我认为这轮反弹的幅度是要小于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啊。我们看到了第一轮的反弹幅度是44%啊，第二轮的反弹幅度是22%啊，它几乎是减倍了。那么第三轮的反弹最大幅度呢，我认为是15%左右。如果是15%的话，会到达这个21000美金。所以呢，如果出现反弹，关键时间点是凌晨2点啊，关键的点位呢是21000美金啊。这样呢，你在行情上啊就能找到这样的比较合理的时间点和位置。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啊，在这轮行情当中啊，我们观察到了两个波谷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看到第三个波谷的酝酿成功啊。如果行情出现反弹，最终呢出现第四个波谷啊，我这么画是为了大家伙方便去看啊。我们看到底部1、2、3、4有4个波谷啊，最终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形啊，这个无所谓。如果行情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啊，非常容易出现下跌啊，这是江恩4次波谷法则、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告诉我们的。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啊，日线级别前面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从21年的1月，它形成了第一次波谷之后啊，这个波谷是围绕3万美金啊，第一次波谷，然后第二次波谷，第三次波谷，第四次波谷，到达第四次等位置的3万美金波谷之后，发生了快速的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啊，从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它的第三次波谷呢正在酝酿出来啊。所以呢，9月末10月初啊，无论有多大的反弹，我都会慢慢布局我的空单啊。怎样布局呢？有人问啊。首先呢，行情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点是它的趋势，趋势呢是处在下行的趋势当中。那所有的反弹呢，我都认为是一个好的布局的点啊。第二点呢是位置，如果能够到达21000啊、22000甚至是23000，我都会缓慢的加仓啊，补充我的仓位啊。第二点是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你的仓位啊。当然，控制仓位也包含了你的合约的倍数啊，控制你的倍数，控制你的仓位，在趋势来的时候，你不被爆仓，不打到你的止损啊，在一个合理的控制下啊，能够介入到这个市场。
为什么说你一定要有仓位呢？有仓位啊，你才能和我们电脑屏幕里的行情，你手机屏幕里的行情建立一定的关系。只有建立关系的前提下，你才能和行情发生造富效应，你才能赚到行情波动给你带来的钱啊。第三点是控制仓位啊，所以呢，做这个合约或者做这个现货啊，就这三点啊，趋势啊，也就是方向、趋势啊、位置啊，合理的位置，还有合理的布局你的仓位啊，只有这三点做好了的话啊，会在这个熊市当中，会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赚到很多很多钱啊。我们之前提到了啊，比特币啊是非常规律性的啊，规律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啊，前面有一个大开口的三角形，红色的这个三角形，那么中间这个位置上也有红色开口的这个三角形，那么第一个三角形跌破之后，走这个第二个三角形，跌破之后啊，还会走一个第三个三角形。那么我们这轮熊市的目标位呢，我之前给了啊，就是10500美金，比特币的最大跌幅从高点啊算起，最大跌幅是在85%，也就是说，比特币的残值啊和69000美金相比啊，只有15%。那么也就是说，1万美金附近啊，精确点位是10500美金附近啊，它是一个我们现货抄底的一个时间点。在这之前呢，我认为一切的点位啊，都是你布局空单的点位。当然你说了啊，你说我做20倍合约啊，那么我不应该使用我的这种方法。我的这种方法呢，偏向于趋势交易啊。你20倍合约波动5%就会面临这个爆仓的风险啊。你如果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啊，扛不住的话，很容易这个仓位就作废了啊。所以呢，在趋势交易上啊，我更多的建议采用5倍以下的杠杆啊，我更多采用这个5倍以下杠杆啊。趋势交易长期的获利啊，会让你在一轮行情当中非常舒服，因为你爆仓的风险几乎不存在啊，在你保证金相对足够的前提下啊，你爆仓的风险没有这个风险，你自然能够获得趋势上的利润，而且能够避免行情波动，把你的位置，把你非常优越的3万美金高点的位置丧失的可能性啊，这样几乎为零啊，你不会丧失你的仓位，自然和行情呢建立非常友好的关系啊，这样呢能够赚到趋势上的钱啊，这样比较舒服一些。然后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我反复的说，它已经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已经完美的出现了。这个下跌西游的出现呢，我在行情当中提过啊，最终呢它走了出来，但是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们要注意啊，它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并且呢它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这样呢我们就有八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平行于前面下跌的一个结构啊，最终呢我们会看到以太坊呢出现了一个领跌的行情。当然了，在今天晚上的行情当中我们有可能看到以太币可能会走一个快速拉升但是我仍然认为以太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空的标的为什么它会快速拉升呢？因为这个我们要知道它在对标比特币的这个行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和日线级别下跌相对应的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什么呢？小时线到4小时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的反弹过程当中，小时线或者4小时级别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会有一个领涨的情况出现。如果它能够做领涨的话，那么以太在今天晚上的表现也会很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以太呢，如果出现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一定是它一个比较好的做空的一个时机类似比特币的，同样的是
凌晨2点的时候，如果能够到达压力位啊，比如说它到达1450附近，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空的点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我们看周线级别啊，波峰的连线啊，波峰的连线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线已经长达1年半左右的时间啊，快2年的时间。然后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当前的点位啊，1350美金，这里呢正处在这个压力线上。如果发生反弹、发生突破呢，上方一个很好的点位就是1500美金附近啊，1450到1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从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啊，特别是这个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1450到1500美金这个附近。出现了一个压制，那上方呢还有144日均线压制，大概在1550，那再往上呢就是169日均线169日均线在1800美金附近。那么我们不那么看啊，我们看这2条均线啊，一个是1600，一个是1450，这个区间呢一定是2重压力啊，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2重压力，所以呢，如果出现反弹啊，如果以太坊出现反弹啊，果断布局空单即可啊，因为它这个压力线在这里。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啊，毕竟它完成这个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它容易出现小日线反弹。那么小日线反弹的压力位呢，我们看啊，上方也是调到小日线之后呢，也是有144和169啊，这个169这个小日线呢。这个压力位呢，我认为是在1450，所以呢，你可以在1450美金附近啊，开始布局它的空单逐渐的把空单加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周线级别上啊，在这个周线级别上，弧形顶一直存在啊。如果发生小时间级别的突破，一定是布局的位置。同时呢，我们发现了啊，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周线级别上，它走了一个8阶阴线，走了一个悟空阴线，走出来一个8阶阴线组。8阶阴线组的这个上方就是布局空单的位置，因为在周线级别上，它有走周线级别下跌修的一个趋势，并且我们的目标位呢，我们昨天说了是在1100美金附近啊，1100美金附近，并且以太坊这轮行情的最低点，我认为可能会出现在260美金附近啊，260美金附近，所以呢。做空啊，下面的空间是很大的，只要出现反弹，就是我们加仓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一定要记住。然后在上一次啊，美国有消息落地的时候啊，也就是在这个9月13日啊，美国公布它的 CPI 指数的时候啊，公布8月份的 CPI 的时候啊。我们在行情里面发现了LTC 出现了快速拉升啊，这个快速拉升呢，我认为是人为的啊，因为我们认为 LTC 莱特币啊，在这类行情当中深度明显不足，快速拉升而后的快速回落啊，是它的必然现象。深度不足的币种容易遭到狙击啊，所以呢，这一轮行情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 LTC 啊，看它的1小时线即可。我认为你做的方向还是可以做空啊，因为我们在上轮行情当中啊，看到它9月13日啊，我们调到9月13日，你看啊，它的这一轮拉升啊，基本上是在小日线到15分钟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西游。我们调到小日线去看它，9月13日啊，非常明显的一个小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小日线级别的快速回落啊，分别走出了小日线级别悟空8阶沙僧唐僧啊，小日线级别快速回落。所以呢，这轮行情我们以小日线为基础，如果能出现小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啊，快速通过了这个169日均线的压制，证明它的这个拉升是虚的拉升啊，就是它的价格打上来了啊，但是由于它的深度不够。所以呢必然会下跌。所以呢，这轮行情我还是认为可以关注一下 LTC。如果出现小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话啊，突破了169日均线啊，小日线级别的169日均线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时间点和位置啊。当然了，这个位置我认为是在58美金附近啊，更好的一点做法就是
出现了一波拉升之后，小日线级别拉升之后，有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啊，小日线级别的下跌阴线啊，这样呢，它是一个在短线上比较好的做空标的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可以关注一下类似 LTC 的这种币种啊，很容易出现被狙击的情况啊，被狙击的情况，这种快速的波动啊，把握它可以在超短线上啊赚到很快的钱。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